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我们开始上周的美股复盘。上周市场简直比鱿鱼游戏还刺激，英伟达市值狂飙，重回3万亿美元俱乐部，特斯拉却因为一条智能召唤被监管盯上，股价直接自由落体。而纳斯达克指数呢，一会儿被 AI 概念股推上天，一会儿又被美联储和财报数据拽下地。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建议点击订阅，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我们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那上周纳指呢，就像被绑在火箭和降落伞之间反复横跳。周初呢，受美联储利率决议按兵不动的影响，市场对降息预期降温，纳指一度下跌了0.51%。但是到了周三呢，英伟达突然天神下凡一般暴涨5%。硬生生把纳指拉红了，单日反弹0.19%。那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图表当中呢，清晰的可以看到上个星期的5根 K 线是这样组成的。首先呢是周一的一根阳线，拉起了结束了这一轮下跌的走势。那么连续4根阳线，但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出现了一根阴线。那么有的朋友会问，那在目前这个点位上，那纳指它究竟是会继续向上，还是会出现沿着方向的这种回调走势？其实我们在这张图表里是看不清楚的，我们需要借助一些参考的线来辅助参考。那么首先呢，我们用到的是形态的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Lucy 呢将这张图表呢画了2条线，是根据之前的纳指的最高点20204.58点，那么连续的几根 K 线的高点位置去连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点确定一条直线，那么第3个点刚好在这条线内，但是后面的行情呢就会出现了一点变化。那么可以看到，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有突破过去的。但是 Lucy 曾经讲过，旗形整理的话，如果突破，我们是需要3天确认的。所以第3天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个阴线，紧接着第2天就跳空低开了。所以这里并不能确定它是沿着趋势向上走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一次又来到了边界。那么可以看出来，它并没有上一次强势，还是出现了阴线下行，所以本次也没有逃过这个命运。那么接下来的一周，那纳指它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走势呢？ Lucy 在这里呢给大家去画一下。那么根据它的一个方向的动能呢，它现在是出现一根阴线的话，它很可能还会回到旗形整理的这个区域里面，那它有可能是这样回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还是大家要谨慎看清楚纳指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本周的话， Lucy 把它形容为绑在火箭上，然后又绑到了降落伞这种一个形象的比喻。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目前纳指呢还是会回到旗形整理过程中，但是这个旗形呢，实际上它的要形成这个旗形走势，它下面的这个点连线还是它的一个空间的参考。所以说如果真的是纳指要回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并不需要担忧。但是本周的话，它如果纳指出现这样的走势的话，还是可以参考在这2个低点的连线的一个位置是否出现止跌的一个走势。这个是纳斯达克指数。那么我们再用其他的辅助线来帮大家来确认一下。那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张图表呢，还是纳指的线。那么这个里面呢， Lucy 用到了3根均线。那白色的呢是短期的均线，那么黄色的呢是中期的均线，而紫色的呢是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上周五最后一根 K 线，它其实是在3根均线的粘合过程中，一根阴线刺穿了3根均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它的趋势呢是有一点向下的。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位置，首先在去年的11月的一个高点，在连线12月的一个高点，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上行的股价创了新高，但是实际上对应的 MACD，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高点是在这个位置，然后12月的高点是在这里，它的 MACD 指标并没有创新高，这是纳指第一次出现了顶背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近期的高点呢是在1个月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可以看到，其实它没有过掉之前的2024.58这个高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认为它会向下的一个动能。我们再用 MACD 去佐证，那么它在12月的高点在这个位置，1月的高点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里其实又是 MACD 的第2次顶背离。所以说这里是第1次、第2次，那么接下来顶背离叠加上它的一根阴线刺穿了3根均线，所以 Lucy 认为纳指它还需要一个向下的调整空间，所以暂时我们先看到这个位置，但是不代表Lucy 的意思不代表说这个一定就是能撑住。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 MACD 的一个变化。那目前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红色的柱子，那么红色的柱子是向下的一个动能。这是第2个佐证纳斯达克指数它有一个回调需求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指的周线走势。那么这张图表呢是纳指周线，我们就看最后的3根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它的一个高点也是不断的降低的，这就是为什么 Lucy 会画出一个旗形整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朋友会问，那它现在不是还在安全的范围内吗？可是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MACD， 大家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了。这个 MACD 的柱子呢，连续3周其实是红色的柱子，也就是向下的动能，一根比一根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它想出现了止跌反弹，必须是这个红柱子一点比一点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它的一个缩脚的走势。所以纳指的话，从周线来看的话，目前还是一个处于回调的过程中，所以大家还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要谨慎控制一下自己的仓位。这里 Lucy 是用到了自己一套分析标准来给大家讲解的。那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订阅粉丝们， Lucy 为你准备了2025年的开年小礼物送给大家，是 Lucy 精心整理过的独家3金共振战法，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的实时变化。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点击链接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就可以领取到了。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英伟达。上周最耀眼的明星非他莫属，市值重回3万亿，直接打脸那些唱空 AI 的接盘侠。不过这波反弹其实是早有伏笔的。上周呢，英伟达刚因为 DeepSeek 开源模型的冲击呢，暴跌了17%。但是 CEO 黄仁勋在 CES 上秀肌肉，发布了新一代自动驾驶芯片，硬核技术让投资者重燃信心。我们继续看一下英伟达的股票走势。那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近期的走势，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刚刚我们说它又重回了3万亿，是因为它的这个股价连续5天出现了一根阳线的一个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为何在星期五的时候出现了一根这么长的下影线？那它是为什么呢？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可以去分析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Lucy 呢还是由形态来给大家入手去剖析英伟达的走势。那首先高点我们自然不必说，因为 Lucy 在巨型箱体震荡的那一篇
视频里给大家讲过，实际上在高点的连线的话，英伟达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一个卖出的信号。那后续的这一波上涨其实呢是比较牵强的，那么也印证了后面的行情，也印证了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箱体震荡的高点上沿。那么为什么 Lucy 这样说？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那首先我们先去看因为 DeepSeek 的一个开源模型对英伟达的影响，它的影响还在不在呢？ Lucy 认为短期还是存在的。那么首先我们从股价上来看，其实这里有一个大大的缺口是在141块8毛8到130块3毛7的一个下跌过程中形成的。那么这个缺口的上沿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条黄色的线实际上就是箱体震荡的下沿，也就是说从股价下跌的过程中，缺口给它带来的压力和箱体的压力是并存的。所以在这个位置，那么本周的话，英伟达的股价其实已经到了箱体的下沿，也就是说其实是存在一个缺口和一个下沿的双重压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会出现市场上情绪的一个反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Lucy 还是建议有盈利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位置去把盈利先落袋。那么我们再用 Lucy 的另外的一个看盘的均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走势，这是刚刚 Lucy 展示过的一段箱体震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第二个点可以佐证英伟达的走势会出现一个大幅的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3条均线是一个空头排列。那么这是第一个佐证的一个观点，那么也就是说劝大家在这个位置要小心谨慎。那么第二个是 MACD，MACD 我们知道它已经处于零轴的下方，是属于弱势区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它出现反弹， MACD 的2条快线和慢线如果出现了金叉在零轴附近的话，它也是一个压力的一个确认点。所以说英伟达的走势呢，在目前为止，虽然黄老板他说他的这个芯片目前还是有在制价方面会有一些机会，但是股价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从技术分析角度去看清楚。那么在这个位置确实出现了双重压力。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佐证的点。那么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我们可以看到 Lucy 换了一个指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Lucy 有讲过 OBV 的用法。那么 OBV 的话，其实显示英伟达在近期2个月的走势已经出现了向下的一个震荡走势。那么黄线是处于向下行，而白线呢一直在黄线的压制下运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说想要出现股价修复，那么还需要 OBV 的线出现一个金叉，而且黄线要走平。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还是需要时间的一个震荡去把这条线拉平。那么短期的话，近期在本周我们对英伟达的走势呢，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再用第4个指标来看一下。那么有朋友问说，那英伟达你说它已经到了反弹的高点，那我们怎么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 Lucy 有讲过黄金分割的用法，那么今天 Lucy 也在用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可以把近期的一个低点就是113块位置设为最低点，然后它前一轮的高点设为最高点，去画一个黄金分割。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下降的过程中，如果说去预测反弹位置，那么我们首选的位置是 0.618%。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它的股价是135，但是我们知道在弱势震荡，刚刚我们看到了纳指的一个走势，那么在弱势震荡的话，我们会比较保守的去用到 50% 这个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股价是131块1毛4。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应的131块1毛4，实际上就是上周
英伟达去到的最高点还没有接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为什么 Lucy 劝大家谨慎，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本周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跟踪走势，看一下 Lucy 的预判是否准确。如果说英伟达是逆袭剧本，特斯拉上周简直就是灾难片。先是周二财报不及预期，营收和利润双双倒地，盘后再跌 2.5%。接着就是监管机构又宣布对260万辆特斯拉展开调查，直指其高级智能召唤功能存在安全隐患，股价单周暴跌 11%， 创下去年10月以来最惨记录。我们还是看看股票的走势吧。首先我们来去画一下形态。那么 Lucy 把特斯拉之前走势的最高点连线，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下降三角形。那么大家在三角形那一篇视频里边应该学到了。那么在上周的过程中，首先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学过下降三角形，它基本上股价的一个运行还是会延续下边界去运行，也就是说会继续下行。那么上个星期四、星期五也印证了这一个模型的有效性。那么目前为止，特斯拉它现在处于一个破位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想问，那在上行过程中，这个三角形会有支撑的效果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用 Lucy 的独家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三条线就是短、中、长期的参考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三根线已经出现了一个交叉，并且短期的白线已经下穿了这条趋势线，形成了一个死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股价也是连续的下跌。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那么MACD 是出现了什么？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MACD 这里出现了什么？这里出现了将金不金，对吧？然后是继续的下行，并且它出现了两条线，快线和慢线同时下穿了零轴，所以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预示了它的股价是要回调的，是要下跌的。所以在刚刚画的三角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位置其实是临近了下跌的过程中，它其实目前的位置是临近了上行的这个上行三角形的下边界。至于说这个位置能否撑住，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测算。那么一会儿 Lucy 会给大家测算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首先 Lucy 在讲形态过程中是拿特斯拉举例子的，在这个位置是走出了一个 M 型的，而且是右肩比左肩低的 M 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个位置，如果说特斯拉它能走出一轮行情的话，在这个位置是连续3天站稳这条线继续上行的。那 Lucy 之前也跟大家提示过，在这个位置，那么它没有突破这根压力位，我们是怎么能提前预判到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OBV 能量场指标，它在这个位置是没有向上的一个金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用均线的参考也好，去用能量潮的参考也好，我们去用形态的参考也好，其实是有一个共振的。那么接下来的走势也印证了这个共振的方法是有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在特斯拉的这个走势上可以看到，目前这个点位我们只想知道它能不能支撑住。那么我们再用黄金分割的方法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么首先我们选取的点是前一轮的低点和高点去做测算。那么我们可以测算到是什么呢？它能跌到什么位置？那么之前 Lucy 讲过黄金分割的线，那么回调的位置呢，第一个目标位是168%的位置，也就是338。那么第二个目标位置呢是200%，也就是314。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延续参考，也就是上升三角形的2个点、2个位置。所以我们接下来去看特斯拉能否在这个位置止住。
那么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根反弹的阳线的话，我们才知道特斯拉在这个过程中是结束了一轮下跌企稳，所以我们静静的等待它的股价的回落到底是哪一个区间。再看一下本周的微软、Meta 等巨头财报将密集出炉，叠加上 CPI 数据的发布，市场波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那英伟达的话，短线警惕获利回吐，但是 CES 的合作订单落地后呢，还是可以再继续跟踪走势的。特斯拉等待监管调查结果，若 FSD 安全性被洗白的话，超跌反弹是可以期待的。纳指就要紧盯美联储官员讲话了，利率预期仍然是风向标。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黄仁勋的名言：要么吃土，要么吃定 AI。咱们下期见，拜拜。